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军网英文版发布了一张照片，是两款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3代半战机，各携带3种先进导弹，震撼亮相。那么这两款战机呢，一个是歼十6，一个是歼十 C， 它们都是我们国家改进的，具有3代半水平的先进战机。歼十6呢，它是属于重型的战斗机，由于换装了有源相对雷达以及先进的航电系统和先进的空地武器系统，因此呢，成为我们国家攻防兼备的一个主力战机。而歼十 C 呢，是在歼十 B 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具有比较好的半隐身能力的先进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机。那么作为歼20隐身战斗机的有力助手，无论是歼十6还是歼十 C， 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在未来的空中战场上，这3款战机呢，有可能成为互相协同作战的战友。那么歼十6作为一款重型的战斗机，它能够携带很多空战武器和空对地武器。那么这次它亮相，能够携带的导弹种类数量呢增加了。当然，我指的是空对空导弹的种类数量增加了。根据报道呢，它可以携带霹雳10近距格斗导弹、霹雳12中距拦射弹以及霹雳15远程空导弹。那么作为一款大型战机携带3种导弹，应该说能力是有的，是没问题的。但是过去即使是重型战斗机，你比如说美国的 F-15， 俄罗斯的苏-27、苏-30，他们携带的空战武器往往也就是2种不同的空导弹一种呢是用于近距格斗的红外制导的空导弹，还有一种呢是用于中距拦射的雷达制导的，包括半主动雷达制导和主动雷达制导的先进拦射弹。一架战机配2种空导弹特别是中型和重型以上战斗机配中距和近距弹，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标准的配置。距离远了，我用中距拦射弹和你交手；那么双方距离近了，开始进行目视格斗。这个时候呢，近距格斗导弹它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一般的近距格斗导弹最大射程大概在20公里左右，那么目视范围内，只要发现了敌方目标在我的攻击区域之内，它就可以发射。那么中距空导弹呢，射程相对比较远，大概在50公里以上，是吧？有一些呢是可以达到70公里，甚至达到1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那它已经超过了双眼视距的范围，你看不到目标了。这个时候，依靠机载雷达和弹载雷达就能够实现对远距离的空中目标进行拦截射击。无论是携带中距空弹还是携带近距格斗弹，都是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所配置的。那么还有一些轻型战斗机由于它的雷达系统相对比较弱，是吧？雷达本身发现目标的距离就比较近，因此没有办法携带或者是制导中距空导弹，因此它只能携带，是吧？只能挂载呢近距格斗弹。那么现在的中型以上的战斗机，应该说近距和中距2种空导弹都能带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一款战机同时携带3种不同的空导弹。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上面所显示的，无论是歼十6还是歼十 C 所携带的3种空导弹，都有些什么型号呢？首先，近距的有霹雳10中距的有霹雳12，远距的霹雳15。那么从导弹的配置来看，这说明我们的歼十6战机和歼十 C 战机，它们在远程攻击、近距拦截和近距格斗方面，都已经有了非常趁手的先进空导弹。从这张照片所展示的情况看，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战机有了更多趁手的兵器，同时呢，
它的种类也提升了。像过去的歼七战斗机，它只能带近距格斗弹，那么歼十 C、歼十六都是可以进行中距拦射的，而且呢，双方接近之后还能够进行格斗。但是更远一点的目标，比如说超过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应该说没有办法拦截。现在我们有了射程更远、弹载雷达水平更高的霹雳15这种远距空空导弹，那么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攻击区域。这一点，如果和对手遭遇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占据作战优势。因为空战主要讲究什么？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么先敌发现靠什么？靠机载的雷达和其他的传感器，包括红外传感器。那么先敌攻击呢，就要靠导弹的水平了，当然，飞行员的操纵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射程不够，你就只能等到敌方进入你的射程之内，你才能发射先进的空空导弹。那么这个情况恐怕一旦遇到对手有射程更远的武器，你恐怕就要吃亏了。那么现在无论是我们的重型战斗机还是中型战斗机，都能够携带3种不同的功能不同、射程不同、制造方式不同的空对空导弹武器系统，那么就为我们今后执行空中制空任务的过程中，提升了我们的作战灵活性。俗话说，好马配好鞍，歼十六和歼十 C 都是非常先进的3代版战斗机。那么现在呢，它们又配备了更加先进的远距空空导弹，那么它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极大幅度的提升。那么一旦碰到对手相同的战机，比如说也是3代半的战斗机的话，他们在远射程方面就有可能占据优势。再加上我们的近距格斗导弹的水平也是世界一流，那么有助于我们人民空军、海军航空兵有效地夺取未来空战场的制空权。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